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同样是66岁，看了孝雄，再看山口百惠，才懂会打扮太重要了。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你有没有发现，同样是年纪大了，有的人越老越从容优雅，有的人却很容易显得油腻疲惫。这差别往往不在于颜值起点，而在于后天的选择和坚持。拿山口百惠和枭雄来说吧，年轻时的他们可都是实打实的美人胚子，在那个没有美颜没有滤镜的年代，依旧能靠天生丽质惊艳众人，放到今天都能碾压一票流量明星。可随着岁月流转，状态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如今的山口百惠发腮发福，脸上多了大妈感，和年轻时的甜美判若两人。而同样是66岁的枭雄，却依旧精气神十足，气质沉稳大方，看起来既不油腻也不疲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答案其实很简单，保养与生活方式决定了一个女人的衰老速度。今天这期咖啡屋，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同样的年纪，有人老气横秋，有人却依然优雅大方。一，同是66岁的状态，山口百惠与枭雄的差距太大了。差异一，颜值差异。山口百惠老了发腮，油腻感加重。山口百惠年轻的时候可是顶流女神，甜妹天花板级别的存在，多少人心目中的白月光都是她。可现在她的状态就很令人唏嘘了，不是说她不美了，只是她已经没有了当时的甜妹清纯感，反而发福变得油腻了不少，跟我们身边的大妈没啥区别，走在路上确实有点认不出。而枭雄老了后骨相更明显，颜值更突出。再看枭雄，对比年轻的时候称得上是逆生长了，年纪上去了，气质也经过了沉淀，脸上的胶原蛋白流失，但还好他没有发福，骨相美越来越明显，五官轮廓比年轻的时候还清晰立体，就算有皱纹也完全不影响她的美丽。放在同龄人之中真的太能打了。差异二，体态身材差异。山口百惠老了发福，体态崩了，大妈感十足。不仅是颜值有所变化，山口百惠的体态变化也很明显。老了之后的她身材发福，肩膀变宽，背变厚了，整个人的肌肉松弛下来，看着就有点油腻臃肿，这也是她身上产生大妈感的原因。身材发福的山口百惠在体态上也有些疏于管理，走路的时候她的驼背含胸问题还是蛮明显的，毕竟背驼了，我们的身高就会矮一截，气质更是会大打折扣。要是穿的衣服不对，整个人就会看起来臃肿油腻。枭雄体态好，身材匀称，秒杀同龄人，但不是所有中年女人都会面临身材发福。只要你坚持自我管理，老了也可以拥有年轻人羡慕的好身材和体态。你看枭雄就是如此，老了之后身材管理的还是很好，没有赘肉也不过分干瘦，看起来很健康匀称，再加上舒展大方的体态，不耸肩驼背，气质看起来真的很优雅，站在那里就是一幅画。二，看了山口百惠 vs 枭雄，才明白懂穿搭等于开逆龄外挂。其实不仅仅是保养上的差距，山口百惠和枭雄两个人的穿着打扮差异也很大，这也是导致两人产生差距的关键原因。看完后你就能明白，懂穿搭的女人真的能在岁月里开外挂。一，会配色，甩掉暗沉老气感。建议中年女人少穿大面积的暗沉色。就拿配色来说，很多姐妹其实就和山口百惠一样，老了特别喜欢穿一身深色的衣服，
这样会让我们陷入深色安全区，觉得黑灰棕才显稳重。但要我说，这类暗沉色的衣服只会加重老气感，显得沉闷没气色。多利用浅色搭配，减龄还显白。换成浅色的衣服就不一样了，你看枭雄就知道了，他的穿搭之所以减龄，就是因为他不爱那种全身都是深色的穿搭，每一套搭配都会有些许彩色和亮色，并且他的搭配并不是满身的花里胡哨堆砌起来，而是浅色和深色互相呼应。这种有层次感的搭配让穿搭在减龄的同时也显得很耐看大方。2. 靠穿搭调整身材和体态，穿过西裙修饰比例，踩高跟鞋增高。懂得打扮的中年女人都知道，穿衣不仅仅是遮体，更是为了扬长避短，改善我们的身材比例和体态。要是你的身材和体态管理不到位，也没必要焦虑，靠穿衣就能实现。在这里，我先奉劝中年女人少穿短裙，因为年纪大了，腰腹一般会有赘肉、腿粗这些小问题，但选对衣服就能轻松藏肉。过膝裙便是我们的安全单品，穿起来得体大方，还能藏住腿部赘肉。学枭雄配着高跟鞋，还能立马增高显瘦，体态变得更挺拔了。3. 剪裁要合身，松松垮垮只会更显胖。要我说，身材发福的姐妹真的别再依赖宽松的大号衣服了，毕竟衣服剪裁是否合身才是显瘦的关键。你们看那些松松垮垮的衣服，其实才是显胖的元凶，不但不显瘦，还会拉宽你的维度，显得特别臃肿。合身的剪裁才是衣服的本质，它会把我们的肩线和腰线勾勒出来，而且不会勒住你的身体，穿得舒服且利落。4. 发型不能随意邋遢，得打理得干净利落，避雷满头小卷，显老还油腻。打扮自己，难道就只是穿得好看时髦就够了吗？其实发型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部分，要是你懒得捯饬自己的发型，头发乱糟糟的，或者烫个油腻的小卷发，要多显老有多显老，保养得再好也不显年轻。很多中年就栽在满头小卷上，以为好打理，结果显老又显油腻。我们可以参考枭雄的发型，中分微卷短发打理起来非常的方便，从头顶到颧骨的 S 弧度还修饰了突出的颧骨，衬得脸型流畅，看起来特别的温柔。微卷短发配深色发色，更大方自然。微卷短发自带蓬松感，建议大家挑选到合适的发型之后，别再烫染其他的发色。亮色发色真的很难驾驭，还容易损害发质。你们就直接和枭雄一样，用深色发色来展现出成熟女人的气场好了。这样看着发质好不说，气质还不会差。看完山口百惠和枭雄的对比，你是不是也发现了，真正拉开同龄人差距的，不只是颜值和体态，还有穿衣的选择。很多女人一到中年，就抱着随便穿的心态，结果越穿越显老，甚至比发福还要可怕。毕竟身材发福还能靠锻炼改善，但乱穿衣服带来的油腻感和廉价感，却会在第一眼就拉低你的气质。尤其是那些花哨繁杂、松垮眉形的大妈装，不仅掩不住岁月痕迹，还会让人感觉臃肿邋遢。今天这期咖啡屋，我们就来聊聊60岁女人最该避开的6种大妈装，少穿一点，你的气质就能提升一大截。我们之所以会觉得中年发福很可怕，最本质的原因，还是因为穿搭跟不上。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在着装打扮这块，都是一种盲目追随的状态，不知道穿什么合适，也不知道什么适合自己。这种乱穿衣才是导致油腻感和大妈感效果的根源。接下来，
我们就来聊聊那些容易踩雷、瞬间拉低气质的大妈装，以及中年微胖女性如何穿出得体与优雅。一起来看看吧。1、60岁左右的女人，远离这6种大妈装。1、版型肥大软塌的 T 恤或者奶奶衫。很多微胖的中年女性都会陷入一个穿搭误区，就是认为宽松的服装能够遮肉，但实际上这类服装才是最显胖的，因为过度宽松的服装往往缺乏骨架支撑，再加上面料软塌紧贴或堆积在身上，整个身形轮廓都被勾勒出来。像版型肥大软塌的 T 恤或是奶奶衫，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肩线垮塌显背厚，面料贴肤显臃肿，穿着效果就像套上了个麻袋，精气神全无。2、宽松阔腿裤。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现在流行的阔腿裤基本都是非常宽松的，虽然很遮肉也很舒适，但对于微胖的女性来说，过于宽大或缺乏垂感的阔腿裤会在臀部以及大腿处形成一个巨大的膨胀空间，让下半身非常敦实，尤其是个矮的女性，很容易给人不利落、又矮又胖的感觉。3、包裹感强的衣服。那除了宽松的服装，微胖女性还要避开一些包裹感很强的衣服，比如说像一些高领、小圆领的上衣，本身就有脸大发腮、脖子短、肩宽背厚等问题，这类服装更是会加重臃肿感和老态。还有像紧身的裤子，无论是牛仔裤还是小黑裤，紧身的款式都很容易勒出肉，胯宽、腿粗、小肚子等会被完全暴露，看着就毫无美感。4、廉价蕾丝和网纱裙。对于中年女性来说，穿着打扮需要展现气质与魅力，但千万不要被蕾丝、网纱这类服装带偏，看似很有女性魅力，实则是俗气油腻的根源。蕾丝纹理杂乱，自带膨胀感，让身形胖一圈，而且这种材质若是缺乏高级感和设计，就很容易有艳俗感。网纱就更不用说了，就像行走的蚊帐，繁杂的设计更添累赘感，看着廉价不说，还显臃肿土气。5、高饱和度和大面积碎花。中年之美，美在自然和自在，像高饱和度以及大面积色彩浓烈的碎花，就不建议中年女性选了。无论是身材纤细还是微胖，这类服装穿搭都会掩盖自身气质，徒留花哨和廉价。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这类服装对肤色有要求，稍微偏黄、暗沉一点的肤色穿都会充满村感；另一方面就是存在感越强的颜色和设计，视觉膨胀力就越强，不仅会放大身形缺陷，还极易显老显土。6、松垮贴肤的连衣裙。微胖女性本身体积感就比较大了，那在穿着上若是不控制体积感，任凭横向发展的话，整个人就会直接显胖10斤。像面料松垮无筋骨、过分柔软贴身的连衣裙就是典型。女人上了年纪，无论有没有身材焦虑，服装选择都要有筋骨感，能够拉长整个身形，显瘦同时看着也精神。2、身材发福的正确穿搭打开方式。告别邋遢。俗话说身材好不如穿搭好，尤其是到了50-60岁，即便保养得再好，大家身形都不会太有型，而单品选择合身的，再加上搭配小技巧，也能做到视觉效果瘦10斤。选择显瘦的衣服。1、服装款式符合身形特点。那对于服装选择，我们要注意2点，一是版型，2是颜色。首先是版型设计要显瘦。对于中老年来说，版型是否显瘦有3个要点。
要点一：方领优于 V 领， V 领优于圆领。领口的设计主要是对于面部和脖梗处的修饰。如果你有脸大、发腮、脖子短等情况，选择的领口就是越大越好，能够让头面部更有呼吸感，看着没有那么局促。要点二：正肩线优于插肩，插肩优于落肩。而若是你的斜方肌厚重，肩比较宽，背后有拜拜肉的话，那么就一定要选择正肩线的服装，它能够优化整个肩背部，让整个人看着更挺拔，不萎靡。要点三：收腰优于直筒，直筒优于宽松。无论是微胖还是小个子，在穿搭的时候都要注意腰线的呈现。看这一组对比，有了腰线之后，整个人都更挺拔有力了。那如果说是你的腰腹部肉感比较强的话，就会比较推荐选择直筒版型的服装，比如说直筒阔腿裤、直筒连衣裙，都能够有效地优化我们的身形，让整个人看着更加纤细。颜色要清浅，肤色深1度，颜色浅1分。对于亚洲女性，尤其是上了年纪的，80%的人肤色都是偏黄、暗沉或不均的。这个时候若是选择一些高饱和度的色彩，就会让面部显得更加蜡黄。我们要选择自带反光板效果的颜色，比如说浅牛仔蓝、灰雾蓝、酒红色、灰粉色、牛油果绿等等，这些浅淡的色彩更能中和黄气。碎花要轻、浅、雅。同样的，对于碎花不是不能选，而是要会选。首先底色上要清浅，而碎花的设计要雅致，也就是说整体的色调就不会太花哨凌乱，这样才会将我们的气质展现出来。搭配要有高挑感。一、营造3-7分，展现迷人比例。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看到的很多时尚博主，他们在穿搭的时候都会展现出腰线，这是因为腰线不仅能够让你的身形更加纤长，整个人也会看着更加挺拔有力。对于偏圆润的女性，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腰线的位置所在。腰线最好是手自然垂放时手肘的位置，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是腰部最瘦的部分，而且高度也正好合适。二、上窄下宽技巧运用，最大化显瘦。如果是小腹比较凸，胯也比较宽，那么千万不要采用上衣塞下装的搭配方式，会让你的腹部和胯部更加突出。正确的做法是选择一件有收腰效果的上衣，或者是宽松的上衣配一条腰带，然后再搭配直筒阔腿裤或者是半身裙，这样能够有效地遮掩腹部，又同时能够展现出腰线，最大化的遮肉显瘦。三、款式搭配要均衡，才能美得出其不意。我们在搭配的时候也要注意整体的平衡效果，尤其是对于一些存在感比较强的服装，我们一定要搭配简约的单品来中和繁琐感。像碎花裙，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件短款的简约外套，比如说像白色衬衫，以此来减少碎花的面积。同样的，在服装穿单上面，我们可以通过松紧结合的方式来减少整体的体积感，比如说袁泉的这2身穿搭，利用正肩线的 T 恤搭配修身版型的 A 字裙，或者是大领口修身上衣，搭配宽窄的伞裙，整体的松紧就特别合适。那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形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搭配方式。三、细节处理要选对，突出个人品味。一、搭配一双合适的鞋子，提升好气质。穿着打扮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鞋子，但实际上选好鞋子能够为整体加分不少。比如说像我们在穿一些比较有亮感的服装时，那我们的鞋子一定要搭配轻盈且带有一点跟度的，这样整体才不会显得过于笨重。而且脚步有轻盈感之后，
整体看上去会更加舒适。2. 配饰要简约大气，符合穿衣风格。对于大多数中年女性来说，我们的审美品味其实都差不多。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配饰就能够决定我们气质的高低。将花花绿绿的丝巾换成更显气质的珍珠项链以及耳环，将带有花朵的编织帽换成更显气质的平顶草帽。这种细节上的转变会让你的气质提升一大截。中年女性的美在于自然，无论是身材走样还是皱纹白发，这些都不会影响我们美的呈现。唯一能够隐藏我们美的是不会打扮，因为着装打扮才是让我们的美外向化的体现。女人的美从来不只属于青春年少，皱纹和白发会随岁月而来，但优雅与气质却能随着经历不断生长。真正拉开差距的，从不是时间，而是你选择以怎样的方式面对时间。会打扮的女人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取悦自己。她们懂得在穿衣、体态、细节上用心，让衰老不再是失色，而是一种新的风韵。别再让大妈装束缚了你的光彩，学会挑选适合的衣服，把生活过得体面而从容。记住，年纪只是数字，真正的高级感是你愿意花心思活出精致的模样。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